时间飞逝，转瞬间已过3日，眼看着就到了卧龙地牢第11层开启的时间。许多长老和弟子早早的就来到了卧龙地牢前。此时的卧龙地牢虽不及楚风进入前聚集的人多，但同样是人满为患，前来看热闹的人非常之多。那些人一边打量着那第11座地牢的大门，一边议论纷纷。但值得一提的是，出现在这里的还有一些楚风较为熟悉的身影，那便是分别排在卧龙弟子第3位的左丘颜良，以及卧龙弟子位列第5位的宋茜。除此之外，当日被困在凶兽域界内的许多弟子也都出现在了这里，但唯独却看不到李牧之等人。之所以会如此，还要从楚风进入卧龙地牢的第2日说起。那一日，被困于凶兽域界内的弟子们得以脱困，可是脱困后的他们却并没有实话实说。为了保命，那些弟子按照左丘颜良教给他们的话，把凶兽域界内屠灭洗礼的开启怪罪在了楚风的身上。明明是楚风救了他们，可到头来楚风却成了他们口中的罪魁祸首。当然，李牧之等人为楚风极力辩解，可是双唇难敌众口，尤其是在左丘颜良和宋茜以及端木兄弟都统一口径的情况下，为楚风辩解的李牧之等人也都差点遭殃。若不是李牧之的爷爷李凤先找宗主大人说情，李牧之等人也要受到严惩。但哪怕是躲过了严惩，也是被各自关了禁闭。一时之间，声名鹊起的楚风在卧龙武宗内成为了人人喊打的存在。哪怕有人觉得楚风是难得的人才，可却也不敢光明正大的说出来。不因别的，只因如今卧龙武宗盛传，喜欢楚风的人已经不仅仅是那些长老还弟子，还有卧龙武宗的主人宗主大人。是啊，楚风的天赋已是得到展示。这种情况下，宗主大人不保护楚风，反而严惩于他。宗主大人对楚风的厌恶似乎已经非常明显。嘎吱，终于那第11层的那巨大的黑门打开。黑门打开后，那道结界门便浮现而出。结界门没有任何异样，但却久久看不到楚风的身影。楚风他该不会死在里面了吧？眼见着楚风没有出现，如左丘颜良、南宫羽流等与楚风敌对之人都是面露幸灾乐祸，他们巴不得楚风死掉。但是如北玄院主事等人却是满面愁容，不仅是替楚风感到惋惜，更多的是惭愧。楚风如此天赋，却选择北玄院，这乃是北玄院的荣幸。北玄院主事以及众长老更是说过要保护楚风，只是每一次当楚风真正遇险的时候，他们都只能袖手旁观，未能兑现诺言，让他们觉得愧对楚风。哟，来的人够多的。可是就在人们觉得楚风已经死了的时候，楚风的声音却自结界门内响起。紧接着，楚风的身影便自那结界门内走了出来。楚风居然没死！看到楚风出现，左丘颜良以及南宫羽流等人则是面露失望，而北玄院主事等人则是内心狂喜，但同时眼中却也有着难以掩饰的心疼。楚风的确还活着，但是此时的楚风脸色惨白，嘴唇发青，就连眼神都不如往常那般具有灵性，显得十分空洞。楚风虽然活了下来，但谁都看得出来，被困于卧龙地牢11层这3日时间，楚风过得很不好，那必然是难以忍受的煎熬。楚风命够大的，左丘颜良对楚风说道。出来了，不过出来的这么晚，看来是没能破开卧龙幻宫内的幻象。楚风讽刺地看着左丘颜良，但是对于楚风的嘲讽，左丘颜良却只是不屑一笑。楚风，事到如今，你还在谎话连篇，什么卧龙幻宫，那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东西而已。左丘颜良说道。楚风，你可知罪？一位身材壮硕、面容凶悍的老者对楚风问道。此人也是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之一，名为呼延啸天。当呼延啸天出现那一刻，北玄院主事便赶忙暗中传音，告知了楚风呼延啸天的身份，不想楚风顶撞于他，弟子何罪之有？楚风问道。你能进入凶兽域界，那是你的本事，但长老不在场的时候，弟子当以卧龙弟子为首。可凶兽域界内，你不仅不听从左丘颜良与宋茜等弟子的指示，反而存心捣乱，险些害得众位弟子命丧凶兽域界之内，这是你罪责的第1条。呼延啸天说道。那第2条呢？楚风问道。你率先离开凶兽域界，不仅不如实交代，坦白从宽，还谎话连篇，将自己说成了英雄，这便是罪责之2。这2项罪名，你可认？呼延啸天问道。卧龙长老，你说的罪名可有证据？楚风问道。凶兽域界内诸多弟子都是人证，你还想抵赖不成？楚风，如今证据确凿，你若认了，对你的刑罚可以从缓，但你若冥顽不灵，便是罪加一等。呼延啸天此话说完，人群之中便有多名弟子走了出来，站在了在左丘颜良以及宋茜的身后，这些都是熟悉的面孔，正是当日与楚风一同开启凶兽域界那些人。楚风微微一笑，随后目光扫视那些弟子，这些弟子没有一个是寻常角色，除了卧龙弟子，便是真传弟子。可是当楚风那笑眯眯的目光扫向他们之时，他们却是感到有些恐慌，不因别的，只因当日在凶兽域界之内，楚风所展现的实力的确太过惊人。这样说来，卧龙长老大人所言是真的，你们都做了伪证。左丘颜良给了你们什么好处？楚风问道。伪证？楚风，事到如今，你还冥顽不灵？左丘颜良冷声问道。楚风，你快认罪吧，快认罪！紧接着，其他一些真传弟子也是纷纷指责楚风。面对众人的指责，楚风依旧不慌，反而面带笑意。很好，既然如此，就别怪我楚风不念同门之情了。楚风此话一出，一阵哄笑便自四面八方响彻。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看楚风就像看傻子一般，心想楚风已经罪名成立，这个时候竟然还敢威胁他人，并且楚风威胁的还是卧龙弟子与真传弟子。在他们看来，楚风此举除了傻子，还真没有人做得出来。但是围观之人不知道的是，当看到楚风此时表情后，宋茜以及那些指责楚风的真传弟子们却是心中一紧，
一种不妙的感觉油然而生。他们都从楚风的笑容中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总之，这感觉让他们十分忌惮。可是下一刻，阵阵闷响连续响起，转眼间竟有10名指责楚风的真传弟子暴体而亡。怎么会这样？见此一幕，在场的众位长老和弟子皆是十分不解。不仅他们不解，就连此处实力最强的卧龙长老呼延啸天也是一脸茫然。他仔细观察四周，看是否有人隐于暗处，可却什么也察觉不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那10名弟子为何会死。而就在众人一脸茫然却乱作一团之际，楚风则是将目光投向了宋茜。宋茜，你想做下一个吗？听得楚风此话，宋茜小脸大变，竟扑通一声跪在了楚风面前。楚风，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逼的。宋茜不仅满面惊恐，情绪更是近乎崩溃。但是最让人不解的是，他堂堂卧龙弟子为何要跪在楚风面前，并且他所说话语更是透露出了非同小可的意味。楚风在凶兽玉界内的时候，因掌握了玉王的力量，几乎可以主宰一切。可楚风却也知道，离开凶兽玉界，失去对玉王力量的掌控，局面将会发生变化。尤其楚风早就看透左丘炎凉不是一个会善罢甘休之人，所以还在凶兽玉界的时候，便利用玉王的力量，在左丘炎凉以及宋茜等弟子体内留下了玉王的力量。楚风当时就说了，这样做只是做一个保障，若是大家离开凶兽玉界，实话实说，楚风不会难为众人。但若是有人胆敢胡乱编造，诬陷楚风，楚风就会用着玉王的力量将人处决。可楚风不知道的是，当他踏入卧龙幻宫之后，左丘炎凉便给那些弟子们吃了毒药，且逼着那些弟子统一口径诬陷楚风。那些弟子陷入两难之地，不知该实话实说，还是听从左丘炎凉指示。最终在宋茜的蛊惑下，他们做出了决定，他们选择听从左丘炎凉的。毕竟左丘炎凉的毒药是真的会致命，可楚风融入他们体内的玉王力量，他们根本感受不到，就像是在吓唬他们一样。况且就算在凶兽玉界内，楚风能够使用玉王的力量，那么离开凶兽玉界便根本无法使用才是。人们才赌楚风在离开凶兽玉界之后，根本无法利用玉王力量抹杀他们。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错了，楚风的确还掌握着玉王的力量，虽说那力量他们感受不到，可是刚刚那些真传弟子的死，必然便是楚风所为。若是再不老实交代，他们就会像刚刚死去那些弟子一样暴体而亡。楚风师弟，我们知错了，我们知错了。紧接着，那些前来指认楚风的弟子们，除了左丘炎凉之外，全部跪在了地上，就连端木兄弟也不例外。错，你们错在哪了？给我如实交代，否则后果自负。楚风问道。是左丘师兄，是左丘师兄给我们吞服了毒药，他逼着我们吞服毒药，还逼着我们冤枉你。只有按照他说的做，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药，才能够保命。那毒药还在我们体内，卧龙长老大人应该能够发现得到。卧龙长老大人，弟子所言属实，我们不是诚心冤枉楚风，而是被左丘师兄逼迫的。卧龙长老大人，请你为我们做主啊！宋茜率先开口，向呼延啸天求救。紧接着，其他弟子也是纷纷开口，开始道清事情原委。事到如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揭发左丘炎凉。虽然这样做会得罪左丘炎凉，以后的日子可能不好过，可若是不这样做，那他们立刻就会死去。左丘炎凉，他们所言可是属实？呼延啸天对左丘炎凉凝声问道。是弟子做的，是弟子对楚风师弟怀恨在心，才出此下策。令人意外的一幕发生，左丘炎凉竟坦白交代。随后他更是看向楚风，一脸惭愧。楚风师弟，是我不好，你放过我吧。左丘炎凉竟对楚风低头了，一句是你不好，就想我放过你。左丘炎凉，你应该清楚，现在你的命是我的，我若要你死，你爷爷也救不了你。楚风说道。我知道。楚风师弟，你说吧，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出气？左丘炎凉低三下四，跪下向我磕头认错。楚风说道。什么？让左丘炎凉跪下还磕头认错？人们感觉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楚风疯了。哪怕楚风在理，可左丘炎凉何等人物，抛开他的爷爷不谈，其自身实力那也是当今小辈最强之一啊。左丘炎凉向来高高在上，俯视众人，叫他下跪怎么可能？可是下一刻，左丘炎凉跪下了，不仅跪下来，当真对楚风磕头认错。楚风师弟，我错了，你原谅我吧，你原谅我吧，是我卑鄙无耻，是我怀恨在心，你给我一个机会，我再也不敢了。左丘炎凉此举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就连那位卧龙长老呼延啸天也是像是受到了刺激一样，一时之间愣在原地，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当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如实招来，我无需你阿谀奉承，你只要实话实说便好。楚风说道。随后左丘炎凉便将当日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而他这次所说的则是与李牧之等人说的一模一样。事到如今已是真相大白，所有人都知道，原来楚风真的在凶兽玉界内又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拯救众位弟子的乃是楚风。可偏偏最后楚风又别这些曾被他拯救的人冤枉。不管宗主大人怎么看待楚风，可是得知这样的真相之后，人群之中的长老与弟子们或多或少对楚风都增加了一些敬佩，反而对左丘炎凉等人感到嗤之以鼻。抛开一切不谈，楚风的确是少见的人才。卧龙长老弟子现在可还有罪？楚风看向卧龙长老。楚风，就算你在凶兽玉界内立下大功，被人冤枉，是你受了委屈，可你也不该杀掉同门。呼延啸天说道。他所指自然是刚刚死去的那些真传弟子。卧龙长老，可以证明那些人是我杀的？楚风问道。楚风，你竟敢拒不承认？难道刚刚你们所言不是证据吗？呼延啸天问道。长老大人，请恕弟子无礼，但弟子还是要说，
凡事还是要讲真凭实据，不能听信他人片面之词。就比如刚刚，若不是弟子吓唬住了他们，吓得他们说出了实话，那他们就真的冤枉了弟子。说句大不敬的话，若是弟子被冤枉，长老大人您也是帮凶，所以片面之词真能当真？长老大人，难道你真的相信弟子掌握了玉王力量，离开凶兽玉界也能随意杀人？卧龙武宗内真的有人掌握这样的力量吗？楚风对呼延啸天问道。还真是能言善辩。楚风，我的确没有真凭实据来说，刚刚那些弟子是你所杀，他们冤枉你，虽然有罪，可罪不致死，死的我可以不计较，但是没死的我会亲自处理，还你一个公道。不过你要答应我，不管你是否还掌握玉王的力量，一切到底为止，我不希望还有人因为此事丧生。呼延啸天对楚风说道。其实他也不确定楚风是否真的掌握那样的力量，可刚刚那些弟子的死实在太过蹊跷，为了避免左丘颜良以及宋茜等人死于楚风手中，他也只能安抚楚风，自然不敢追究楚风。长老大人放心，我楚风从不滥杀无辜，既然他们已经实话实说，为我洗脱罪名，我楚风也不会与他们计较。如若不然，这左丘颜良还能活着吗？楚风此话说完，看向左丘颜良，人们发现左丘颜良还跪在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丢人现眼。你们全都跟我走。呼延啸天说话间，便将左丘颜良以及宋茜那些冤枉楚风的人给抓了起来，带离了此处。当呼延啸天走后，北玄院主事等人则是一拥而上，将楚风包围了起来。楚风，你怎么样？他们很关心楚风的伤势，但却也非常高兴楚风能够躲过一劫。当然，今日能够化解危机，却是楚风自己的本事。不过凡事发生，都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当那些担心楚风之人高兴的时候，往往便是厌恶楚风之人难受的时候。比如南宫羽流，他眼见大事不妙，哪里还敢继续停留，转身就要离去。可就在此时，楚风的声音却是忽然响起：“南宫羽流，你先别走，咱们的赌约还没兑现呢。”被楚风叫住，南宫羽流也是眉头微微皱起，毕竟对赌他输给了楚风，多少还是有些忌惮楚风，但他表面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甚至趾高气昂。楚风，我南宫羽流向来说话算话，赵师被关了禁闭，等他出来，我会找到他，向他道歉。这用不着你来提醒。南宫羽流对楚风说道。你还记得便好，但是记住，当日与你定下的赌约，不仅是向赵师姐道歉，还要赵师姐掌你10个耳光。若是赵师姐不掌你，我楚风替他掌。楚风说道。你替他掌？你凭什么？南宫羽流问道。就凭你输给的是我，怎么输不起？当初这赌约可是你提的，若是输不起，你可以直说，我可以不追究。楚风冷嘲热讽地看着南宫羽流，这让南宫羽流十分为难。让他说自己输不起，那不就等于打他的脸？南宫羽流，我之前就说过，哪怕对赌赢了，我也不与你计较，你只需向赵师姐道歉即可。至于打不打你，看他决定。但是你真是给脸不要脸，我楚风不与你计较，你却不肯与我罢休，你此次耳光难逃，是你咎由自取。楚风再度说道。楚风，你今日的确够风光，但是我要提醒你，别以为你因为一时走运，做到了一些事情，就觉得卧龙武宗内你将唯我独尊了，你终究只是一个弟子罢了。南宫羽流说道。南宫羽流，我也提醒你，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楚风的确只是一介弟子，但你也不是天王老子，我们之间的恩怨，在赵师长你耳光之后可以结束，但你若依旧给脸不要，我楚风会你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后悔无门。楚风说道。听得此话，南宫羽流则是一阵狂笑。后悔无门吗？我倒是要看看你是怎么让我后悔无门的。南宫羽流轻蔑一笑，看向楚风的眼神更是充满挑衅，且丢下此话便御空而起，离开此地。南宫羽流虽走了，但众人依旧聚在此地。北玄院主事等人依旧关切着楚风的身体状况。不过除了北玄院的人，还有一个东龙院的身影，那便是兔圆圆。楚风师兄，你真的掌握了玉王的力量吗？兔圆圆好奇地问道。是啊，玉王力量仍在我体内，若有人胆敢招惹我，不论长老还是弟子，我会让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楚风此话说完，特意环顾四周，那冷冽的眼神，莫说弟子，就连长老们也是感觉背脊发寒。楚风，你此话何意？难不成你刚刚抹杀那些弟子，并非是在他们体内留下的玉王力量，而是那力量就在你体内，你能任意操控？有一位东龙院长老对楚风问道。他不是试探楚风，他面露惊恐，是真的有些怕了。刚刚那些真传弟子死去，连卧龙长老都无可奈何，可见那力量之强。倘若楚风真的掌握那等力量，在场这些人除了那些镇守卧龙的牢的长老，恐怕都是在劫难逃。那此事将非同小可。这位长老，你可别乱说话，那些人的死与我可是无关。当然，若是以后有谁莫名其妙的死了，也同样与我无关。若是谁得罪了我，而莫名其妙的死了，那我只能说只是巧合。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他当然不会承认他杀了人，可他越是这样，越是让人生畏。虽然仍有许多人不信邪，不相信楚风拥有如此本事，但不可否认，已经有大部分长老和弟子对楚风心生畏惧。日后就算想难为楚风，怕是也要掂量掂量了。楚风，你真的掌握了玉王的力量？就在此时，羽莎的声音在楚风耳边响起，并且很是诧异。傻丫头，我怎么可能掌握玉王的力量？在凶兽域界内的时候，我的确掌握了玉王全部力量，但是离开凶兽域界，我与玉王其实便没有任何关联了。实话告诉你吧，凶兽域界内，我虽是在所有人体内留下了玉王的力量，但离开凶兽域界后，能够被我所杀的便只有10个人，那是我故意挑选的，灵魂较弱的10个人。楚风说道。那便是刚刚死去的10个人。羽莎问道。正是。楚风说道。那左丘颜良和宋茜体内呢？羽莎问道。他们体内也有玉王的力量，但只能够产生恐吓他们的感觉，根本无法致命。楚风说道。你这家伙！羽莎恍然大悟，楚风留下的玉王力量
只能杀死刚刚死去的10位真传弟子。至于左丘颜良和宋茜等人，根本不会被杀死，不是楚风不想杀，而是楚风做不到。可是偏偏左丘颜良和宋茜都被楚风吓到了。不仅仅是左丘颜良和宋茜，就连在场围观的长老和弟子们也都被吓得不轻。对了，怎么不见宋喜？忽然，楚风对北玄院主事问道。楚风打量了一圈，但始终未曾见到宋喜。虽然刚刚进入卧龙武宗，与宋喜有所隔阂，但隔阂已经解除。依照他对宋喜的了解，宋喜应该还不至于躲着他。而楚风这一问，所有人都沉默了，看众人的反应，一种不妙的感觉自楚风心底涌起，于是赶忙追问：宋喜怎么了？楚风，你一定要冷静，这件事不是你能插手的。北玄院主事对楚风安抚道：主事大人，告诉我，宋喜他怎么了？他是不是出事了？楚风继续追问。卧龙武宗刑罚堂内的牢房皆是颇为特殊，针对不同的刑罚，牢房的样子也是各有不同。其中一座牢房遍布荆棘，而宋喜就在这座牢房之内。他的脖颈、手脚都被血红色的荆棘捆绑着，悬挂于半空之中。他浑身是血，已是血肉模糊，那也是被血红色荆棘抽打所留下的伤痕。宋喜，一道呼唤响起，是楚风。楚风就站在关押宋喜的牢房之外。不仅楚风来了，北玄院主事也来了。而楚风他已经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在楚风被关入卧龙的牢当日，宋喜便犯下了强迫同门女弟子的大罪，因此才被关入此处，遭受荆棘鞭打之刑，并且荆棘鞭打之刑只持续10日，10日一到，宋喜将被处以死刑。楚风，我不是做梦吧？你没有死。宋喜本来昏昏沉沉，因此看到楚风后，则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宋喜，是我，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倒是你，怎么就这个样子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被陷害的？是谁陷害了你？楚风连连问道。他觉得宋喜就算再不懂事，也不会做出强迫女弟子的事情。宋喜必然是被陷害的。我啊！宋喜看着楚风，就像看到了亲人，嘴唇一阵抽搐，随后竟嚎啕大哭起来。他的委屈，整个牢房都能够听到清清楚楚。别哭，你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楚风问道。宋喜仍在抽泣，眼泪混着鼻涕不停地流，根本停不下来，但还是将事情经过告知了楚风。原来当日，宋喜是受一位名为李娇娇的东龙院女弟子邀请，才去其宫殿做客的。到了那里之后，宋喜的确与那名女子发生了关系，也的确是强迫的，但被强迫的根本不是那名女弟子，而是宋喜。宋喜，你真是被冤枉的吗？你为何不早说啊？北玄院主事问道。他也曾问过宋喜，但宋喜却什么都不说。此时北玄院主事在问，宋喜则是点了点头。可是那李娇娇的修为在你之下，她是怎么强迫于你？北玄院主事问道。宋喜没有回答，他有些犹豫，但哭得却更委屈了。宋喜，告诉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会替你讨回公道。楚风说道。听闻此话，宋喜抬头看向楚风，看到楚风那坚定却愤怒的眼睛，宋喜不再犹豫，而是脱口而出：南宫羽流也在场。南宫羽流，竟然是他！楚风顿时怒火升腾，尤其他想到刚刚他警告南宫羽流不要再招惹他时，南宫羽流看向他时那得意的眼神。本来楚风只是觉得南宫羽流只是挑衅于他，现在他才知道，原来南宫羽流已经对宋喜出手了。楚风，我的冤屈洗刷不掉了，除了你，也没人会相信我。南宫羽流权势滔天，他要我死，我活不了，但是你要为我报仇，你一定要为我报仇，我只能靠你了。你兄弟我现在连男人都不是了，这个仇你一定要帮我报，否则我死也死不完。宋喜再度痛哭起来，哭得更加声嘶力竭，且与此同时，他竟运用武力脱下了自己的裤子。裤子脱掉之后，楚风和北玄院主事都不由愣住了。宋喜的命根子竟然被斩断了，怎么会这样？男人啊，来人！荆棘鞭打之刑只是以荆棘鞭打全身，怎可如此侮辱于人？北玄院主事也是怒了，大声嘶吼。可宋喜却是摇了摇头，不是他们，是南宫羽流，他来过。只是这一句话，便让人知道宋喜的命根子是何人斩断。大呼小叫什么？就在此时，刑罚堂的长老们也是因先前北玄院主事的呼喊而来到此处。你们来的正好，你们是怎么做事的？竟能让刑罚堂之外的人滥用私刑？北玄院主事愤怒地质问道。可面对北玄院主事，这几位刑罚堂的长老却是轻蔑一笑。滥用私刑，我们怎么不知道？再说了，是谁滥用私刑的？你去找他不就得了？你跟我们嚷嚷什么？你可是北玄院主事，连为自家弟子做主的能力都没有吗？刑罚堂长老说道。既知我是北玄院主事，你们也胆敢这样与我讲话？你们是什么身份？北玄院主事问道。哟，北玄院主事好是威风，不妨实话告诉你，今日你来探监，能放你进来，可不是因为你的身份，而是我们堂主大人有令，若是楚风来此，可以让他进来。你能进来，不过是托了楚风的福罢了。那几位刑罚堂长老说道。北玄院主事被气得咬牙切齿，可他却根本不敢真的对这几名刑罚堂长老如何。他不是惧怕这几位刑罚堂长老，而是惧怕刑罚堂。主事大人，咱们走吧。楚风丢下此话，便直接离开。见状，北玄院主事则是赶忙跟了出去。楚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证据，你可千万不要再去找南宫羽流的麻烦了。北玄院主事对楚风劝道。我知道的，主事大人，如今宗主大人刚刚将我关入卧龙地牢，宗主大人的态度便等于是卧龙武宗的态度。我楚风是一个被宗主大人不喜欢，是一个被卧龙武宗不喜欢的人。而南宫羽流是何身份？他不仅是真传弟子，还曾是卧龙弟子。至于他的奶奶，更是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卧龙春月大人。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我楚风只会遭人唾弃。主事大人，
您放心，我楚风有自知之明。楚风面带苦笑，那是一种无奈的妥协。话罢，楚风便起身向自己的府邸行去。北玄院主事则是一路护送楚风，看着楚风落寞地走入自己的府邸，他本想相劝，却也不知该如何相劝。他心疼楚风，他能感受到刚刚楚风的愤怒，也能感受到楚风的无奈，但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劝楚风。身为北玄院主事，本该为楚风与宋喜出头，可是他不能，他没这个本事，也没这个勇气。深夜，东龙院内，一座恢宏的宫殿之内，南宫羽流正在与众多女奴婢把酒言欢。那些女奴婢衣着暴露，而南宫羽流更是衣衫不整，场面十分不堪。可忽然，殿门打开，一名女子跑了进来。这名女子长相妖娆，身材极好，换作旁人，在南宫羽流寻欢作乐时闯进来，南宫羽流必然大怒。可是看到这名女子，南宫羽流则是对那些女奴婢使了一个眼色。当女奴婢全部离开后，南宫羽流则是站起身来，向女弟子走去。娇娇，你怎么来了？原来这名女弟子便是陷害了宋喜的李娇娇。南宫师兄，我害怕，我听闻楚风没死，并且还在凶兽玉界内掌握了玉王的力量。李娇娇说道。娇娇，你怎么也听信这种事情？那楚风虚张声势罢了，你居然也信？南宫羽流讽刺的一笑。可是我听说那楚风胆大包天，并且与宋喜关系极好，若是让他知道是我与南宫师兄你陷害了那宋喜，楚风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李娇娇说道。娇娇，你是我的人，更何况你是在为我做事，不要怕，有我保护你，没人能欺负你。南宫羽流说道。可我还是害怕，毕竟我修为薄弱，我怕不是那楚风对手。李娇娇仍旧一脸慌张。别怕，我向你保证，那楚风也活不了多久。南宫羽流说道。南宫师兄，你所言当真？李娇娇问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不妨告诉你，整个卧龙武宗，除了左丘幽雨和左丘炎凉，我不敢动，还没有一个弟子能被我南宫羽流放在眼里的，哪怕那李牧之，也迟早要栽在我的手里。南宫羽流说道。南宫师兄，你好威猛啊！李娇娇说道。我当然威猛，你又不是没见识过，看来你是忘记了。没关系，我这就让你记起来。话罢，南宫羽流竟将衣衫脱了个干干净净，张开手臂就要将李娇娇涌入怀中。别动！李娇娇不仅向后退去，说话间手掌一翻，竟有一颗珠子出现在掌中，而那珠子如镜子一般，刚好映射出南宫羽流此时的身体以及猥琐的嘴脸。就连南宫羽流看到这样的自己，竟也是有些看不下去，赶忙穿上衣衫，且不解地问道：娇娇，你这是做什么？娇娇，你可别乱叫！李娇娇说话时，先是收好手中珠子，而另一只手掌则是自乾坤带掠过，随后大袖一挥，扑通一声，一道身影竟被其甩了出去，刚好落在南宫羽流身旁。那是一名女子，血肉翻腾，似是被荆棘狠狠地抽打过全身，尽管已是遍体鳞伤，可还是能够看出她乃是李娇娇。南宫师兄，救我！浑身是血的李娇娇看到南宫羽流，便立刻痛哭起来，而南宫羽流则是将目光投向了身前那衣衫完整的女子。你不是李娇娇，你是谁？南宫羽流凝声问道。南宫羽流，我对你说过，别再招惹我，否则我叫你后悔无门。这名女子说此话的时候，不仅目光越发冰冷，连面容和衣着也是发生变化。看着此时面前之人，南宫羽流满面惊容。楚风，竟然是你！知道是我，就做好受死的准备。楚风目光冰冷，那是一种必叫其死的眼神。楚风，你可真是好手段啊，居然用这种手段让我说出陷害宋喜之事。只是可惜，你千算万算，却是高估了自己。就凭你知道真相又能如何？话罢，南宫羽流手掌成鹰爪之势，直奔楚风喉咙抓去。他速度极快，因为他的修为不仅在九品至尊，此时身上散发青色气焰，隐隐间有青色狮子的虚影将其笼罩，那是天赐神力。至尊境与武尊境天地之隔，哪怕至尊境有可以提升修为的手段，可到了九品至尊这一境界，也无法突破武尊界限。虽然无法到达武尊，但却也能够大大的提升战力。南宫羽流知道，楚风掌握诸多手段，虽只是七品至尊，却能够将修为提升到九品至尊的地步。他为了一击制敌，从一开始就释放出了天赐神力，保证他能够轻易将楚风制服。果然，当南宫羽流出手那一刹那，楚风的额头之上便有雷纹浮现。不仅如此，雷霆铠甲也是浮现而出。可是见此形势，南宫羽流却得意一笑，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切，但是没有用。虽然修为同在九品至尊，但当他施展天赐神力的力量后，他的战力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九品至尊。他自信这一击楚风躲不过，可是当他手掌靠近楚风喉咙之际，楚风却探手一抓，直接锁住了他的手腕。他自认为快过闪电的一击，竟被楚风轻松接下。南宫羽流目露惊吓，当楚风出手这一刻，他才发现楚风的修为已不是七品至尊，而是九品至尊。九品至尊境又连续使用雷纹和雷霆铠甲的力量，此时的南宫羽流根本不是楚风对手。眼见不妙，南宫羽流便想施展其他手段，再增强自己战力。咔嚓！可是楚风却没给他喘息的机会，只见其手掌用力，便将南宫羽流的手腕捏得粉碎。紧接着，楚风的另一只手如同刀刃一般，连续刺向南宫羽流的身躯。楚风的手掌比冰刃还要锋利，鲜血四溅，南宫羽流的身躯都被楚风扎成了筛子。那场面极为惊悚，更是将一旁的李娇娇吓得连连尖叫。在卧龙武宗这么久，他也是第一次看到敢有人这样对待南宫羽流。楚风，别杀我，别杀我！你若杀了我，我奶奶绝对不会放过你！南宫羽流眼见大势已去，只得开口求饶，但楚风却是手刃再度刺出，但这一次却刺在了南宫羽流的脑袋之上。楚风并未刺穿南宫羽流的脑袋，但强大的力量
却也是让南宫羽流陷入昏迷。紧接着，楚风只是看了那李娇娇一眼，威压肆虐之际，李娇娇也是陷入了昏迷。南宫羽流被身上的疼痛惊醒，发现他醒来的时候还在自己的府邸之内。至于李娇娇，则是瑟瑟发抖地坐在南宫羽流身旁，而楚风也还在这里。南宫羽流不明白楚风为何要打晕他，但是他仍非常恐惧。他奶奶今日不在府邸之内，他现在若想活命，只能靠他自己。楚风，别杀我，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再也不与你为敌。南宫羽流哭诉道。那你说，你为何要陷害宋喜？楚风问道。是我鬼迷心窍了，我见那宋喜与你走得近，便不想让他好过，所以才让李娇娇去陷害他的。南宫羽流说道。李娇娇，你将当日经过说一遍。楚风看向李娇娇，李娇娇已经被楚风折磨得不成样子，哪里还敢有半点犹豫，赶忙将事情的经过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南宫羽流，李娇娇所说可都属实？楚风看向南宫羽流，属实，一切属实。楚风师弟，是我鬼迷心窍了，是我不是人，我不该嫉妒你的才能。但是宋喜师弟他不是还活着吗？我能想办法救他，我也能医治好他的伤，你给我一个机会吧。南宫羽流说道。但是对于他的这番话，楚风却根本没有理会，而是站起身来，目视前方。主事大人，诸位长老，诸位同门，南宫羽流和李娇娇的话你们都听到了，现在知道宋喜是被冤枉的了吧？楚风此话一出，南宫羽流以及李娇娇都是赶忙看向楚风所望之处，却发现那里明明空无一人。而就在他们诧异之际，之间整座宫殿都开始摇晃起来。很快，府邸内的一切化作烟雾飘散而去。紧接着，南宫羽流傻眼了，他发现此时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在他自己的府邸之中，而是在一座中立的广场之上，而广场周围更是聚集着大量的长老和弟子，其中北玄院的人在场的最多。楚风，你卑鄙！南宫羽流怒斥楚风，他知道他上当了，他终于知道为何楚风刚刚不直接杀他，而是将他打晕。楚风必然是趁着将他打晕的时间，将他带到了此处，然后又趁他身负重创，布置结界阵法，伪装成了还在其府邸的模样，为的就是让他消除戒心，将一切罪过全部说出来。楚风他竟真的帮宋喜洗刷了冤屈。看到这一幕，在场的长老和弟子也是满眼佩服，尤其是北玄院主事以及北玄院的诸多长老们。楚风传递消息，让他们来到此处。当他们来到此处时，发现楚风手掌带血，并且布置了一座结界阵法。而因为楚风身上有血，再加上此处本就是中立区域，平时也聚集着寺院的长老和弟子，所以问询来此的人也是越聚越多。但楚风没有拖延，当北玄院主事赶到后，便对北玄院主事说，他要还宋喜一个清白，希望在场的都能做个见证。随后楚风便布置一座幻象阵法，人们还不解楚风为何要布置这样的幻象阵法，因为那幻象阵法乃是球形，在阵法之内才会被阵法迷惑，但是在阵法之外，只是看到一个透明的结界球体。楚风所言以及一举一动，外面看得一清二楚，也听得一清二楚。正在人们不解之际，楚风将南宫羽流和李娇娇从乾坤袋内拽了出来。他先将李娇娇唤醒，随后又将南宫羽流唤醒，紧接着便发生了刚刚的一幕。楚风只是随口一问，南宫羽流和李娇娇便全部交代了。大家也都知道，南宫羽流和李娇娇是上当了，不知道他们刚刚所说的话被在场的人们所见证。宋喜乃是被冤枉的，有劳诸位为宋喜作证，还他一个清白。楚风说话间站起身来，还对着北玄院主事等人施以一礼。北玄院主事狠狠点头，他已经做错太多，事到如今证据确凿，他若再不站出来为自家弟子说话，那他实在有愧于北玄主事的身份。可就在下一刻，竟然的一幕发生了。只见楚风抬手一掌，还在南宫羽流的脑袋之上。楚风，你……一切发生的太快，连北玄院主事都没反应过来。当他们反应过来之际，已是为时已晚。南宫羽流的脑袋已被楚风拍成了粉碎，死的不能再死。楚风，你糊涂啊！眼见着楚风竟一掌拍死了南宫羽流，北玄院主事整个人都慌了。可当楚风却是一脸平静，一边指着南宫羽流剩下的残尸，一边扫向在场众人。我楚风进入卧龙武宗，从未主动招惹是非，但却屡遭刁难。面对无缘无故的刁难，我楚风也是能忍则忍，不愿追究。可总有人死性不改，非要置我楚风于死地。我奉劝诸位一句，别将我楚风的心善当成心软。若再有人给脸不要，非要与我楚风为敌，非要索我性命，我保证无论是谁，都要他比南宫羽流更惨。众人心惊，不是惊于楚风所说之话，而是惊于楚风举动。他们已经少有人去认真听楚风所说了什么，他们只知道楚风杀了南宫羽流，杀了卧龙长老南宫春月的亲孙子。楚风，南宫羽流就算真的冤枉了宋喜，他也罪不至死，你怎能杀他？有长老高声呼喊，那是东龙院的长老，不知他是真的这样觉得，还是想借机讨好南宫春月。但此时的他的确是一副正义凛然，想要讨伐楚风的模样。宋喜冤屈若不能洗，鞭刑10日之后便将被处死。南宫羽流的命是命，宋喜的命就不是命。楚风问道，就算宋喜遭受陷害，那也是他们之间的事，就算南宫羽流有罪，也应当由刑罚堂定罪，你凭什么杀他？不仅那位东龙院长老不服，这一次更多东龙院长老站出来。楚风手腕一转，那个记录了南宫羽流真实嘴脸的阵法出现手中，不仅记录了南宫羽流龌龊的一面，记录了南宫羽流的狂妄自大，还记录了南宫羽流想杀楚风之心。可楚风却手掌紧握，将那阵法捏成了碎片。楚风没有再与他们争辩，而是干脆丢下一句话：南宫羽流我杀了，你们奈我何？若谁不服，我楚风在此，来杀我呀！楚风态度强势，那是一副完全不将众人放在眼中的模样。见楚风如此，
那些长老也是不知该说什么，虽然难以置信，可是看到楚风那坚定的眼神，他们竟有些怕了。楚风自打进入卧龙地牢，便变得极为强势，先是让左丘颜良以及宋茜等弟子下跪认错，随后只因南宫羽流得罪他兄弟，便将其斩杀。再加上他自己说过，他掌握誉王的力量，人们不得不想此事是否是真。倘若是真的，那他们就不得不考虑一下自身安全，就算想要讨好南宫春月，也要仔细掂量一下了。李娇娇，你的命留不留，由宋喜说了算。楚风看了一眼李娇娇，便御空而起，向自己那北玄院的府邸行去。见状，北玄院主事以及众位北玄院长老则是赶忙追了过去。主事大人，什么都不要说了，南宫羽流我已经杀了，就算是祸我也闯了，还不待北玄院主事开口，楚风便率先说道：楚风，你是不知道南宫春月有多宠爱南宫羽流。楚风，我知道一处可以离开卧龙武宗的密道，我带你逃走吧。你离开卧龙武宗，别再回来了。北玄院主事说道：我若走了，您就要遭殃了吧？楚风问道：是我无能，不能保你，但我绝对不能让你死在卧龙武宗。北玄院主事虽没有明说，可是他的神情却已经告知楚风，他将楚风送走，他必是难逃一死。但是他仍已下定决心，这让楚风有些感动。这位北玄主事虽实力不强，但的确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惜才之人。非要说的话，他与北玄院主事也没有太深的交集，他能为楚风如此，说明他是一个称职的主事大人，至少他有保护弟子之心。多谢主事大人，但我楚风不走，我要留在卧龙武宗内，弟子还有事情要做。楚风说道。楚风，你不要冲动，你就算……北玄院主事还想相劝，可话未说完，楚风便抢着说道：主事大人，弟子敢杀南宫羽流，就不怕他的奶奶，您不要劝我了，弟子心意已决。看着楚风那面带笑意却目光坚定的模样，北玄院主事也是知道他是劝不动楚风了，只能护送楚风回到他的府邸。那是什么？可是楚风与北玄院主事以及北玄院众长老还未靠近楚风的府邸，便纷纷愣住了。那是一个极为巨大的牌匾，高达3万米，而牌匾上面只写着6个大字：敢动楚风者死。看到这牌匾，众人不由加快速度，最终发现那巨大的牌匾果然就立在楚风的府邸门前。如此巨大的牌匾，自然早就引起了人们注意，已经有不少北玄院的人居于此处，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还在向此汇集。这是何人所为？北玄院主事高声问道。回主事大人，没见到何人所为，是在大概半炷香之前突然出现的。有长老上前问道。楚风，这不解之际，众人将目光投向楚风。不是我做的，我不会用这样的手段吓唬别人。楚风也是感到不解，刚看到这牌匾时，他还以为是北玄院主事做的，但是北玄院主事的反应却已经表明此事与他无关，到底是何人所为？北玄院主事眉头紧锁，不知是福是祸。看来卧龙武宗内是有人不想我死，不管是谁，只要他真心诚意，我楚风都想谢他。主事大人，你们回去吧，弟子想要休息了。楚风说完此话，便向自己的府邸飞掠而去。楚风，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可就在此时，一道震荡天地的声音自远处传来，只是那声音响彻，便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声音化作有形的声浪，一路掠过，万物皆被吹起。北玄院无数建筑被吹成了粉碎，也有无数长老和弟子被这声音震成重伤，而那些修为较弱的弟子更是七孔喷血，灵魂难抗。暴体而亡，只是一道声音，便让北玄院死伤惨重。是南宫春月，他来了，他来了！还活着的长老和弟子皆是四下逃窜。原本围在楚风府邸门前的人数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可转眼间就只剩下了北玄院主事等少数长老，大部分人都逃了。只是一道声音，人们便能感受到南宫春月此时的怒火。若是再不与楚风划清界限，怕是北玄院都要被南宫春月屠灭。你们走吧。北玄院主事将目光扫向他身后的那些北玄院长老。主事大人，我们保不住楚风的。那些长老对北玄院主事劝道，他们没有走，并非是想对抗南宫春月，只是不想背叛北玄主事，但他们也深知留在此处没有意义。的确，我们都拦不住南宫春月，但我是北玄院主事，身为主事，不仅要主持公道，维持平衡，也当守护弟子，为弟子做主，此乃我之职责，乃我辈之职责。楚风以天才之名拜入我院，乃我北玄院之幸事。从一开始，老夫便承诺过要护他安宁，可自打他拜入北玄院，遭遇的一件件都是他自己化解，老夫未能给他任何帮助，实在惭愧。今日他遭此大劫，我若在做事不理，老夫就算活着，恐怕此生难安。北玄院主事说话间，拿出一块令牌护在了胸口。主事大人，看到那块令牌，北玄院众长老面容复杂。那令牌十分特殊，不仅刻写北玄二字，其中更是蕴藏着强大的力量。快走，倘若我今日不幸陨落于此，北玄院还要靠你们主持。北玄主事挥了挥手，而那些长老看到那令牌之后，就知道北玄主事心意已决，他们也不再犹豫，而是纷纷纵身而起，远离此处。阵起，当那些长老离去之后，北玄主事则是手持令牌，捏动法诀。下一刻，整个北玄院的大地都为之震动，耀眼的光芒自大地映射而出，而磅礴的大阵也开始自北玄院的地底升起。大阵形成极快，且开始快速收缩，最终原本磅礴的大阵收缩到极小的范围，但却刚好将楚风的府邸护在了当中。这阵法极为强横的守护阵法，可是当这阵法启动之后，北玄主事竟变得十分苍老，只是短短一瞬间，仿佛又苍老了几十岁。主事大人，您这是？楚风目光闪烁，他自然的这阵法的厉害，可北玄院主事的衰老便也是催动此阵付出的代价。楚风，你若不想走，那此劫老夫便陪你一同抗。北玄主事虽然面容变得苍老，可
可看向楚风的目光却十分慈祥。主事大人，您不必如此，弟子有应对之法。楚风说道。就算你有应对之法，可老夫也要尽我所能。今日南宫春月若要杀你，就要先踏过老夫的尸体。北玄主事说道。好大的口气！下一刻，刺耳的声音震荡开来，伴随那声音响起，一道身影也是自远处快速掠来，很快便来到了楚风的府邸之外。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南宫羽流的奶奶，卧龙武宗10大卧龙长老之一的南宫春月。北玄守护阵，北玄主事，你这是要保这楚风？南宫春月凝声问道。楚风乃北玄院弟子。老夫少废话，我只问你一句话，这件事你是不是非要插手？北玄主事话未说完，南宫春月便不耐烦的怒吼一声，这一声怒吼，天地都为之震荡，再加上他那冷冽的目光，北玄主事的身躯竟无法控制的颤抖起来。面对南宫春月这种人物，他怎能不怕？但他还是深吸一口气后点了点头。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南宫春月说话间抬手一掌，刹那间磅礴的武力如同无形的凶猛野兽，不断向楚风所在的府邸冲击而去。尽管北玄主事催动的北玄守护阵挡下了南宫春月的攻击，可是北玄主事的嘴角却开始溢出鲜血，鲜血越来越浓，脸色也是越发难看。没过多久，连鼻子也是开始喷血，耳朵和眼睛同样有鲜血溢出。南宫长老，快住手！北玄主事修为薄弱，就算掌握着北玄守护阵，但继续下去他会死的。忽然又有3位身影出现，这3位与南宫春月一样，都是卧龙武宗的卧龙长老，分别是李牧之的爷爷李凤仙、夏言的爷爷夏志成以及呼延啸天。谁都不要拦我！今日谁敢拦我，我就要谁性命！可南宫春月根本不听劝阻，他继续出手。而面对如此疯狂的南宫春月，李凤仙与夏志成、呼延啸天3人面面相觑，却并未出手阻拦。他们都知道南宫春月有多宠爱南宫羽流，倘若手人有逆鳞，那么南宫春月的逆鳞就是他的孙子。如今南宫羽流被杀，以南宫春月的性格，就算拼了老命也要为南宫羽流报仇。此时的南宫春月说是疯狗也不为过。面对这样的南宫春月，再回想宗主大人交代的一些事，就连他们也是不敢贸然出手。他们无奈地看向楚风，既心疼却也有些责怪。心疼楚风招惹了南宫春月，责怪楚风不该杀了南宫羽流。而在南宫春月的攻势下，北玄主事的皮肤都开始爆裂，这样下去他恐怕会爆体而亡。南宫春月，你孙儿是我所杀，有本事冲我来！楚风不想北玄主事因他而死，于是楚风身形一纵，便要主动走出府邸，走出北玄守护阵的守护范围。然而楚风刚刚动身，便有一股吸力将他笼罩。下一刻，他来到了北玄主事的身旁，是北玄主事强行将楚风拦了下来。楚风，今日只要老夫还在，谁都别想伤你。北玄主事满面是血，已经看不清楚脸庞，可他的目光却充满了坚定，这让楚风十分感动，却也十分心动。主事大人，其实楚风刚想说着什么，可是楚风话未说完，便有另外一道声音响起。李凤仙、夏志成、呼延啸天，你们身为卧龙长老，应当守护宗门，可眼下罪恶就在你们眼前发生，你们居然袖手旁观。伴随那声音响起，一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内。只是看到这位，许多人都是为之一愣，因为这位并不是什么大人物，相反他是一个连众位弟子和长老都看不起的人物，他便是楚风的兄弟段柳风。段柳风，你什么身份，胆敢这样与3位卧龙长老说话？还不待3位卧龙长老说话，在场便有许多围观的长老斥责起段柳风。可段柳风根本不理会那些斥责他的人，他闲庭信步地走到楚风的府邸外，目光却一直注视着虚空之上的4位卧龙长老。南宫羽流身为真传弟子，陷害同门弟子33位，死与其手中的弟子203位，其中女弟子便有150位，多是南宫羽流想与其发生关系，对方不从，而被南宫羽流强占后杀害。这些乃是南宫羽流所犯下的罪证。几位卧龙长老可以看看，铁证如山，就算楚风不杀他，他也是罪该万死。段柳风说话间，将一个乾坤袋丢向了虚空之上。李凤仙将其接住，打开之后发现其中果然是一些能够证明南宫羽流犯下罪行的罪证。李凤仙等人很是诧异，没想到段柳风竟掌握了南宫羽流如此齐全的罪证。南宫羽流罪恶多端，乃是卧龙武宗的毒瘤，他能存活至今，全是依仗南宫春月。南宫春月，你身为卧龙长老，包庇你孙儿已是罪该万死，今日更是滥杀无辜，你已是罪不可恕。但念在你是卧龙长老，我不处你罪行，当由宗主大人将你发落。可你若冥顽不灵，非要对楚风出手，那这5个字就是你的下场。段柳风指着那立于楚风府邸前的巨大牌匾说道。段柳风，这牌匾是你立的？有人问道。正是。段柳风说道。疯了，真是疯了。人们十分无言。卧龙武宗内的恩恩怨怨，许多人都是心知肚明。段柳风就算拿出真凭实据，可以他这种身份想与南宫春月抗衡，那无疑就是螳臂当车，自寻死路。楚弟放心，今日为兄护你。段柳风不理会众人议论，回头看向楚风，且对楚风投去一个让其安心的笑容。可忽然之间，一股磅礴的力量直奔段柳风而去，是南宫春月出手了。他连多余的话都没有说，而是直接出手。这一掌的力量足以将段柳风轰成碎片。果然，那掌力落下，涟漪滔天，空间震裂，而段柳风的身影也是消失不见。可就在人们觉得段柳风已经死去的时候，一道声音却忽然响起：南宫春月，这是你自找的。那声音乃是段柳风。而顺声观望，众人更是大惊，段柳风竟站在南宫春月的身旁，他不仅毫发未损，并且手持一把匕首，而那匕首更是放在了南宫春雨的丹田之上。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不明白段柳风是如何不死。
且靠近南宫春月的，滚开！可暴怒的南宫春月却根本不理会那些，他怒吼之际，磅礴的威压便要释放而出，那威压之强，竟比刚刚的攻势更凶，连在其身旁的李凤仙等3位卧龙长老都是被震得向后退去。可就是如此威压凶猛的威压，却无法将那离他最近的段柳风推开，任凭那威压再强，却难以撼动段柳风身躯分毫，并且只见段柳风目露狠色，随后手中的匕首缓缓移动，只听扑哧一声，鲜血喷溅，他手中的匕首竟真的刺入了南宫春月的丹田之中。这一幕，莫说旁人，就连身为卧龙长老的李凤仙、张志成以及呼延啸天3人也是目露惊恐。南宫春月何等人物，他的修为在卧龙长老之中也是名列前茅，在其发疯时，连他们3人都不敢贸然出手的存在。可就是这样的南宫春月，竟被段柳风所伤，并且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南宫春月望着段柳风，原本满是怒火的眼中也涌现出了惊恐。他发现他在段柳风面前竟有一种毫无还手之力的感觉，这说明段柳风的实力远在他之上。段长老，手下留情，南宫春月乃是卧龙长老，你不可杀他呀！若要杀他，你也是死罪难逃。卧龙长老夏志成对段柳风劝道。其实南宫羽流的所作所为，他们会不知晓吗？就算不说南宫羽流，不说南宫春月今日大开杀戒，只说曾经，若按照卧龙武宗的法规，那南宫春月也早就该死了。为何留他？只因他实力出众，乃是卧龙武宗不可多得的强大战力之一，所以就连宗主大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段柳风虽实力很强，今日一鸣惊人，但若真的杀了南宫春月，也是难逃罪责。在夏志成看来，这将是卧龙武宗的损失，死罪难逃。那我倒是要看看谁能让我死罪难逃。段柳风面露不屑，随后手掌一翻，一块令牌出现手中。那是看到那令牌，莫说旁人，就连几位卧龙长老都是为之大惊。那是卧龙长老的令牌，可段柳风这块令牌与其他卧龙长老的令牌却有着一点不同。他的令牌上面除了卧龙长老4个大字之外，还有一个手字。看到这令牌，许多人恍然大悟，终于知道段柳风为何会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了。卧龙武宗内，卧龙长老共10人，但实力最强的不仅可以得到特殊令牌，他的权势地位也将超过其他9位。卧龙武宗的卧龙之首是一个神秘的存在，除了宗主大人外，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他很少露面，都是有着难以处理的事情他才会出手，但只要他出手，就能将其他卧龙长老都无法解决的事情轻松解决。李凤仙等人自然都见过卧龙之首，但却始终未曾见到他的真面目。本来人们只是以为卧龙之首是一位身份特殊的前辈，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原来卧龙之首竟然是段柳风。看见令牌还不失礼，段柳风目光扫向众人，拜见卧龙之首。李凤仙、夏志成以及呼延啸天赶忙施以大礼。虽然同为卧龙长老，但是在卧龙之首面前，他们也必须施礼。而见状，其他人也更是纷纷施以大礼，弟子们更是施以跪拜大礼。楚风，快跪下！此时北玄主事已经收起了守护阵，正对着段柳风施以大礼。眼见着楚风并未施礼，则是赶忙对楚风催促起来。楚风乃我贤弟，他不用跪我。段柳风对楚风说完此话，便又将目光扫向众人。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你们一定感觉不可思议，不愿接受这件事情。你们一定在想，那个修为倒退的废物，怎么可能是卧龙之首？但也一定有人在害怕，害怕遭到我的报复。那些曾对我出言不逊的人，不用害怕，我段柳风若是报复你们，你们也不可能活到今日。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楚风乃是我段柳风的兄弟，你们对我做的事，我可以不计较；你们过去对他做的事，我也可以不计较。你们尔虞我诈也好，争权夺利也好，明争暗斗也好，我段柳风不会管你们。但是从今日开始，若是还有人敢动我兄弟楚风，我段柳风绝不轻饶。段柳风此话说完，只听扑哧一声，不仅他手中的匕首穿透了南宫春月的丹田，他的整条手臂都穿透了南宫春月的丹田。此时的南宫春月哀嚎不断，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可怕模样，反而尽是痛楚。可以想象，此时的他正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段柳风绝对不是简单的废除了他的丹田那么简单。段长老，够了！忽然又有一道声音响起，那是一位身材消瘦、慈眉善目的白发老者。此人不仅白发如雪，就连眉毛以及虎穴也都是雪白之色，没有一丝杂尘。而他身上所散发的气质，何止道骨仙风，简直宛如神灵，给人一种极其高贵的感觉。事实上，他在卧龙武宗内的确是身份超然。拜见副宗主大人。看到他，所有人都是赶忙施礼，因为此人便是左丘炎凉以及左丘幽雨的爷爷，卧龙武宗的副宗主。但是段柳风却并未施礼，可偏偏面对没有施礼的段柳风，这位副宗主也没有发怒，反而苦口婆心地劝道：段长老，我能理解你的怒火，其实我早就来了。今日就算你不出手，我也不会让南宫长老伤害楚风。而我没有阻止你对南宫长老出手，就是想让你卸掉心中怒火。但凡是点到为止，南宫长老就算再多不对，可他对卧龙武宗的贡献也是无法抹除。真的要处置他，恐怕你我都没资格，还是要由宗主大人定夺。副宗主说道。既然副宗主开口，我段柳风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但是我警告你，南宫春月若还敢对楚风出手，别说副宗主，就算宗主大人也救不了你。段柳风此话说完，大袖一挥，竟将南宫春月如同物品一般丢了出去，丢向了副宗主。副宗主接住南宫春月，便身形一转，直接离开。至于段柳风，则是飞落下，落在了楚风的府邸院内。不错，总算男人了一次。段柳风看了一眼北玄主事，随手一颗丹药丢向了北玄主事。多谢卧龙之手。北玄主事又惊又喜，但若说害怕，在场北玄主事一定不是最害怕的。
卧龙武宗内看不起段柳峰的人太多了，欺凌他的人也不少。虽然段柳峰嘴上说不会报复那些人，但是那些人的得罪了这样的人物，就等于是一只蝼蚁得罪了一只大象，说不害怕怎么可能？但是相比于那些又惊又喜的众人，楚风的脸上却只有喜悦。哟，原来我的兄长是卧龙之首呢！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臭小子，少臭屁！来，屋中与你详说。”段柳峰也是哈哈一笑，随后拍了拍楚风肩膀，便走向了府邸之中。主事大人，你怎么样？楚风看向北玄主事，我无碍，你快进去吧。北玄主事催促道。而楚风打量了一下北玄主事，发现他的确并无大碍后，则是转身走入府邸之内。楚风刚刚踏入府邸，一股磅礴力量便自府邸之内散出，化作一重半透明的球体，将楚风的府邸笼罩。那力量出现之后，哪怕卧龙长老也看不到府邸内的情况，那自然不是楚风的手段，而是段柳峰的。除了北玄院的，都散了吧。李凤仙开口之后，众人赶忙纷纷散去。至于北玄院的长老与弟子，则是纷纷来到北玄主事面前，他们自然不会走。被南宫春月破坏之后，北玄院的事情也需要处理，而李凤仙以及夏志成、呼延啸天也是飞掠而下，落在北玄主事身旁，想帮助北玄院处理此事。但是谈事情的时候，李凤仙则是时不时扫一眼楚风的府邸，虽然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也听不到说什么，可是他的嘴角却洋溢着淡淡的笑容。他知道有段柳峰保着楚风，楚风接下来的苦日子必然也是到头了。楚风与段柳峰进入屋内，段柳峰便为楚风解释了一下关于他的事。3000年前，段柳峰的确负伤，修为也的确倒退，但是宗主大人并没有对他置之不管，反而一直想办法帮他疗伤。至于后来，段柳峰因祸得福，竟发现可以借用体内的凶物进行修炼，段柳峰的修为不仅很快恢复，并且也是越来越强。但是段柳峰是一个怪人，相比每天面对虚假的阿谀奉承，他更喜欢看到人们的真实嘴脸，所以早就被贬为外院长老的他，便向宗主大人要求他会继续为卧龙武宗做事，但是他想保留段柳峰现在的模样，宗主大人拗不过他，便答应了段柳峰。因此段柳峰在卧龙武宗内便有了2个身份，一个是陨落天才段柳峰，另一个便是谁都不知道真实身份的强者。到了后来，他更是成为卧龙之首，只是哪怕成为卧龙之首后，除了宗主大人外，也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身份，哪怕副宗主也不知晓。所以那一日，我为你检查病情，你丹田内的凶物是真实存在的。楚风问道。是，那凶物是真实存在，但是时至今日，他已是渐渐与我心意相通，虽不能完全受我掌控，但我也能够借用他的力量。那一日，你发现我的修为被凶物所封，其实是我自己未知，贤弟莫要怪我。正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年想靠近我的人很多，但是真心的很少。段柳峰笑道。段兄，我懂，所以我不会怪你。楚风说道。段柳峰经历的，楚风其实也经历过，这世间并不缺少善良之人，但是在世俗以及利益的蛊惑下，许多善良之人也会变得势利，变得现实。除了少数人天生作恶之外，大多数人还是具有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的。这是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残酷的。为了生存，许多人才渐渐变得冷血，变得自私。之前让你受苦了，从今以后，我保证，卧龙武宗内除了宗主大人外，没人敢欺凌你。段柳峰说道。那宗主大人若要欺凌我呢？楚风问道。那你就只能认倒霉了，毕竟这卧龙武宗可是属于宗主大人的。段柳峰笑着说道。那倒也是，不过宗主大人好像不是很喜欢我。楚风说道。听到此话，段柳峰的脸色也是变得凝重起来。宗主大人的确有些古板，他并不完美，但是贤弟，宗主大人绝非坏人。段柳峰说道。是吗？楚风则是半信半疑，因为他在宗主大人身上并未感受到爱才之心。贤弟，有一件事，为兄还要告诉你，不要再去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留下的记录了。段柳峰说道。为何？楚风问道。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并非秘密，但时至今日，卧龙武宗却少有人去谈，也没人敢去谈。其实宗主大人本是无法进入卧龙武宗的，他当年能进入卧龙武宗，全是因为独孤凌天大人。当年独孤凌天大人被前任宗主大人选中，可他却提出了一个要求，那便是要带着现在的宗主大人一同拜入卧龙武宗。段柳峰说道。所以我们现在的宗主大人是独孤凌天大人的好友。楚风问道。能让独孤凌天大人如此重视，在他心中，宗主大人自然是他好友。不过其实当时宗主大人的身份乃是独孤凌天大人的婢女。段柳峰说道。婢女？楚风有些意外。对，正是婢女。卧龙武宗如今的风气可不是宗主大人接手后形成的，早在多年前已是如此。你也见识过卧龙武宗内的人是什么模样了，以婢女身份拜入卧龙武宗，可想而知宗主大人当年他遭受了怎样的待遇。段柳峰说道。必然磨难重重。楚风说道。倒也不是，因为有一个人保护他，那便是独孤凌天。可以这样说，宗主大人能有今日一切，几乎都靠着独孤凌天大人。所以你明白了吧？哪怕独孤凌天大人已经不在世间，可独孤凌天大人对宗主大人而言也是不可替代的人，是他影响了宗主大人的一生。但独孤凌天大人不在了，那些记忆也早就过去多年，宗主大人对独孤凌天大人的念想也就在那些刻有他名字的修炼之地了。可是你倒好，自从进入卧龙武宗，接连打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你是成就了自己，这无可厚非。但你功成名就的同时，何尝不是在破坏那些独孤凌天大人被宗主大人留下的为数不多的念想？段柳峰说道。楚风倒吸一口凉气，听到段柳峰这样一说，他反而有些能够理解宗主大人了。女子终究与男子不同，虽然男子用情至深的也不在少数，可当一个女子真的爱一个男子的时候，的确是能为了男人付出一切的。我是真不知道宗主大人与独孤凌天大人
有这样一段故事。楚风有些委屈地说道：“宗主大人如今在卧龙武宗至高无上，没有人敢去提他过去的身份，更没有人说过去的事。时至今日，除了老一辈人，许多人都是不知道这些事的，并且宗主大人从未说过他喜欢独孤凌天大人，他对独孤凌天大人的感情是藏于心中的。不瞒你说，我刚刚所说是因为你打破独孤凌天大人记录，宗主大人才不喜欢你，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段柳风笑眯眯地说道：“我觉得你的猜测很可能是对的。”楚风说道：“猜测这种事不好说，对不对？但宗主大人为了卧龙武宗也是付出极多，就算宗主大人不是因为此事而对你有所成见，你以后也莫要再去破独孤凌天大人的记录了。你已经证明过自己了，没必要凡事都做最好，就当给为兄一个面子吧。”段柳风说道：“知道了，段兄，我会注意。”楚风点了点头。另外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与宗主大人要暂时离开卧龙武宗一阵子，虽然我已经委托赵护法暗中保护你，但是关于我离开这件事，还是不要说出去。段柳风说道：“与宗主大人一同走吗？段兄可方便说去往何处？”楚风好奇地问道：“宗主大人乃卧龙武宗最强者，段柳风又是卧龙之首，他们一同离开，楚风总觉得要做的事恐怕不简单。此次遮蔽虚空的大劫与往年不同，往年副宗主出手便可将其化解，可这一次连宗主大人出手都未能将其化解。其实告诉你也无妨，只是你不要说出去即可，此事必须保密。”段柳风强调道：“段兄放心，我的嘴巴严得很，我若答应你保密，就算有人以性命威胁，我也绝不说出。”楚风保证道：“贤弟，你的人品，为兄是相信的。”段柳风拍了拍楚风肩膀，这才继续讲述：“此次大劫非同小可，宗主大人出关后便尝试破解，只是不仅没有成功，宗主大人还负伤了。”段柳风说道：“宗主大人负伤了？”楚风有些惊讶，他初入卧龙武宗，见到那遮蔽虚空的大劫，便意识到那大劫的不简单，但他当时却觉得，若是卧龙武宗宗主出场，必然能够化解危机。可此时他才意识到，他还是低估了那大劫。若是大劫无法阻止，会怎样？楚风问道。开宗祖师倒是留下了一道卷轴，若大劫无法阻止之时，可打开那卷轴，只是非到万不得已之时，是不能打开那卷轴的，所以还想试试其他方法。这便是我与宗主大人此次前往七界天河的原因。段柳风为楚风讲述的时候，并无太多情绪，可当七界天河四个字进入楚风耳帘，却在楚风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七界天河为何地？那乃是七界圣府所统治的地方，那是他母亲被关押的地方，那是楚风注定要前往，可如今却不敢前往的地方。要去七界天河吗？要如何去？楚风问道。卧龙武宗内有着一道传送阵，乃是开宗祖师亲自布置，通过那传送阵，可以直接前往七界天河，并且路程也不会太久。怎么看你对七界天河很感兴趣的样子？你也想去七界天河？段柳风看出了楚风情绪的变化，不由问道：“七界天河，我的确很感兴趣，只是我可以去吗？”楚风动心了，他迟早要去七界天河的，虽然他知道时候还没到，可若是跟着段柳风以及宗主大人提前去七界天河看一看，倒也不是不可。日后有机会，我可以带你去，只是这一次不行。”段柳风说道。之后段柳风又与楚风交谈了一会，段柳风可以说是真的不拿楚风当外人，他把此行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告诉了楚风。卧龙武宗当今宗主的年岁已经很大了，他的年岁已有3万余年，正常修武者万年已是极限，而宗主大人能活到3万年，并且身体状态仍是极佳，已是颇为令人吃惊。可实际上卧龙武宗内有一个比宗主大人年龄更长的前辈还存活于世，这位前辈早就不管卧龙武宗的事情了，如今在七界天河内修炼。宗主大人倒是知道那位前辈所避世的地方，此行就是想要询问那位前辈要如何化解此次大劫。段兄，那你可知道那位前辈是谁？楚风又好奇地问道。他觉得连宗主大人都要拜访的前辈，恐怕是极为利奥德的人物，他很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我卧龙武宗还有这样的前辈在世，是宗主大人说我才知道的，但宗主大人并未说这个前辈是谁，我也不知晓。不过此次前往七界天河，便能见到那位前辈了，待我回来再告诉你那是一个怎样的前辈。段柳风说道。之后楚风又与段柳风交谈了一会，便离开了。段柳风走后，楚风走出府邸，御空而起，抬头望向虚空。自打进入卧龙武宗，楚风从未见过真正的蓝天，之所以如此，正是那遮蔽虚空的大劫所致，阴云密布，紫雷奔腾。自打第一天进入卧龙武宗，这遮蔽虚空的恐怖一幕就让楚风感觉很是不好。但是听闻段柳风所讲述之后，楚风对这遮空大劫则是有了更深的印象。他察觉到这大劫很是危险，若是不能化解，也许真的是一场灭顶之灾。虽然进入卧龙武宗，楚风遭遇了很多不好的事，卧龙武宗整体给楚风的印象并不是很好，可这里还是有很多让楚风敬佩的先辈，比如开宗祖师，比如独孤凌天，所以楚风并不希望卧龙武宗这样的地方被毁掉。只是可惜，这是一场连宗主大人都难以破解的大劫，他在这样的大劫面前，楚风再度真切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可是这种无力感却偏偏是楚风所最不喜欢的，他急需变强，变得更强。虽说现在的他早就今非昔比，可实际上还是太弱了。